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就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形势举行会议，与行业代表商讨油气出口、物流和结算等问题。他表示，欧洲与俄罗斯能源脱钩目前不可行。油气是俄罗斯拥有的一把双刃剑，一方面切断阀门可以对欧洲实施打击，那另一方面，俄罗斯的国库收入也将立即减少一半。种种迹象显示，全球经济已经严重受到俄乌冲突的拖累，不少国家正在想方设法自救，但这其中充满了地缘政治的角力。自俄乌冲突以来，普京已经多次召开政府会议，商讨如何应对西方制裁以及稳定俄罗斯经济。在3月的会议后，俄方通过多种措施打赢了卢布保卫战。卢布价格在经历几乎腰斩的重挫后，目前已经回到了冲突前的水平。普京在周二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联合记者会上，对俄罗斯经济运行做出最新判断。他指出，在物流和结算等领域遭遇了困难，经济面临的中长期风险可能增加，但他也表示，不友好的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经济闪电战的企图已经失败。观察指出，普京这次召开的石油和天然气专题会议较为罕见，这也侧面证明俄罗斯石油产业形势严峻。全球最大的独立石油交易商维多集团周三宣布，将在今年年底前完全停止交易来自俄罗斯的原油及产品。维多集团的交易合同显示，俄罗斯石油交易量将从第2季度开始显著减少。此前，石油巨头 BP、壳牌和埃克森美孚都已经宣布将退出俄罗斯市场。多家欧洲银行也停止对俄罗斯能源等大宗商品的贸易融资。原来普京设想的就是西方不亮东方亮，就是在俄与西方的能源贸易下降的情况下，把剩余的产能转向亚太市场。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的施压，我们认为呢，亚太市场的增长前景暗淡，所以俄罗斯要提前做好应对，这个能源出口大幅滑坡的这样一种准备。俄罗斯能源出口收入减少，但欧洲同样感到痛楚。欧盟大约45%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的管道，其中约1/4经过乌克兰。彭博社报道指出，虽然冲突激烈，但在欧洲、乌克兰和俄罗斯3方共同的努力下，过境乌克兰管道销售的俄罗斯天然气降幅并不大。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在访问莫斯科后于周三表示，奥地利、德国和匈牙利反对针对俄罗斯实施天然气禁运，因为相关制裁对一些欧盟成员国的伤害高于对俄罗斯的伤害。内哈默强调，虽然欧盟已经决定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，但仍需要时间，现在是不可能的。为德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的经济机构近日警告，如果德国失去俄罗斯天然气供应，那么德国可能在未来2年面临2200亿欧元损失，每年的 GDP 将下降6.5%。还有一项测算指出，德国有250万到400万个就业岗位受到负面影响。还有德国媒体最新曝光，该国的天然气储备撑不过下一个冬天。